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蚂蚁集团再次约谈，监管约谈，那么持续打击马云。第二个是高幅收漏的中国疫苗一地鸡毛，那么毛令啊。第三个是布林肯的警告和中美对抗加剧啊。那么我们看这3个主题，因为今天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又迟到了啊，道歉，向大家道歉。先说新闻，我们尽快啊。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啊，那么2021年4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4个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那么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4个部门回答了一个问题，那么全是 Q&A， 我用 Q&A 的方式来讲吧，我就不整理了。那么问题，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有什么考虑啊？答：去年12月以来那么蚂蚁集团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制定整改方案，那么展开整改工作。那么这次再次约谈，有关部门主要是要求蚂蚁集团正视金融业务中活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整改工作的严肃性，对标监管要求和拟定的整改方案，深入有效整改，确保依法经营，守正创新，健康发展。那么整改内容是什么整改内容是蚂蚁集团整改工作启动以来，监管部门就整改措施与蚂蚁集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形成全面可行的整改方案，包括5个方面啊。第一，纠正业务中不正当行为，那么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金融产品不正当链接，纠正支付链接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这是第一啊。那么这个如果把这个支付宝跟花呗、借呗断开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花呗、借呗它的借贷成本、它的借贷风险会飙升啊。那么这就是切断这个叫什么？我们叫切断它的业务链当中最核心、最具有竞争力的部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破信息垄断落实征信业务管理条例要求，依法持牌经营。那么打破业务垄断就是要分享支付宝的信息啊。那么支付宝有那么多的用户啊，那么它的用户信息很重要，特别是对于银行来说，这是降低它的信用风险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支持啊。那么政府一直要求支付宝公开它的信息，支付宝一直不同意，这是第2条。第1条就是把它的支付宝的这个链接断开。断开是什么意思？断开就是花呗、借呗其实是蚂蚁集团的一个信贷业务啊，就是我们叫网络小额借贷业务啊。这个小额借贷业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因为它和支付宝的链接，它能够获得对方的信用记录，它把这个信用记录已经算好了，然后这个花呗、借呗就直接就调用它的信用记录，就能够降低它的借贷成本。如果它把这个链接断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蚂蚁集团在信贷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势啊，这就是要整个的阉割它的整体的业务。第3，蚂蚁集团整体深设为金融控股公司啊，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健全风险隔离措施，规范关联交易，这是最重的一个手段啊，把蚂蚁集团变成一个金控公司，因为金控公司的监管非常的严格
那么蚂蚁集团本身有没有涉及到这个金融信贷业务呢？其实它是没有的，它只是提供一个通路，还有提供一个算法给金融机构。真正借钱的不是它，是金融机构啊。所以把它变成金控公司，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扼杀它的，就是把它的杠杆降下来啊。就是说，当他要做100亿生意的时候，原来只要出5亿，那么现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100亿的生意，可能他要出25亿，好，30亿啊，25亿到30亿。也就是说，蚂蚁集团要增加这个资本金。当它增加资本金，意味着什么？它的资本回报率就会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意味着什么？因为蚂蚁集团的估值会大幅下跌啊，就是。然后第4，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啊，这都没有什么说的。第5啊，这个很重要啊。第5，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啊。余额宝是当年让所有银行发抖的一个产品啊。余额宝就是大家把账上的余额存到他那里去，所以形成了一个大量的资金流动。就是很多人把自己在银行的存款放在余额宝，余额宝拿来干什么？进行这个基金投资啊。那么这一块呢，把这个余额宝金额降下来，当然控制这个蚂蚁集团现金持有量，就是从这5个方面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说，当局给这个蚂蚁集团的整改方案，基本上是要把这个蚂蚁集团，具有的所有的竞争力和强项全部都削除掉，变成蚂蚁集团。如果把这个方案实施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金融中介公司啊。那么这里面就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就这件事情发表评论，说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蚂蚁，明方向、亮态度、提要求啊。那么为整个平台经济的金融监管打样。那么之前大家知道那么阿里巴巴上个星期刚刚被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出了历史上最高的罚单182.28亿。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没想到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股价反而涨，信息一上来就涨了，大家觉得利空出尽，这明显是误判，利空没有出尽。那么先罚182亿。发阿里，然后呢，继续整改蚂蚁集团，这是对马云的持续的打击。那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干啊？那么上个星期刚刚罚完阿里巴巴，然后这个星期又来约谈蚂蚁集团，他完全可以把这2件事情拉长一点做，中间再穿插一些别的，让这些显得没那么显眼啊。那么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他显眼。显眼是什么？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正在打击马云。就是这个信息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就是针对马云，我就是要打击马云。好，你们记住，我们在打击马云，跟马云站在一起的人要离开了，孤立他。形成一场运动，叫打马运动啊！打马运动已经蓬勃勃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有些人看不清楚是吧？我再打一次，告诉大家，我正在打马云，你别跟他在一起，会一起被打的。说明什么？说明马云手上还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啊，马云没给。说明就只能说明这一条啊。所以马云我们说之前说蚂蚁上市的危机过去了，但是其实马云的麻烦没有断
我们更新我们的这个认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不断发生的新的情况，我们都会有改变我们之前的看法，这个很正常，我们不是下注另外又罚单又来了，罚单罚谁呢？罚这个乐视网4月12号收到证监会正式处罚决定书那么证监会说乐视网从2006年到2017年连续10年财务造假，致使2010年披露的 IPO 招股书和2016年的非公开发行也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对乐视网和贾跃亭分别处罚2.4亿元那么罚款金额为乐视网募集资金的5%那么贾跃亭我们就不多说他了，这就是他已经跑到美国去了，在搞车。然后2017年，贾跃亭是2017年前往美国，在海外申请破产，到现在还在美国，还在搞汽车这是个厉害的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靠罚款过日子的机构了好，我们继续说第二个主题高福说漏嘴中国疫苗一地鸡毛先说新闻新闻是这样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4月10号他在成都参加这个公共卫生论坛举办的第2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他这个大会上说了2点第一点，中国现有的疫苗保护率不高那么正在考虑两种解决途径第一个是优化接种程序优化接种程序你说优化呢，其实就是改变，然后怎么优化呢？增加剂次，你就原来打1针，现在打2针，打2针改打3针这是增加剂次。第二个，改变剂量那么原来你打10毫升，现在打15毫升类似这种。第三个，改变间隔那么或者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然后就是考虑不同技术线路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术语叫做序贯接种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mRNA 就是疫苗给这个疾病预防、癌症治疗带来无限遐想那么中国不能因为有了其他技术线路的疫苗而忽视这种技术，中国必须搞出自己的 mRNA疫苗 mRNA 别人已经公布了，这就是说配方已经公布了，所以中国就开始开发自己的疫苗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因为中国的疫苗已经不仅在中国接种，在全世界都在接种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在星期天大部分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要讲但是我今天讲的角度不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先说中国卫健委通报4月10号，这中国累计接种这个疫苗 1.64 亿剂比1周前增加了 0.25 亿剂。那如果要在6月份之前实现累计接种11亿的目标呢，中国需要接种速度提高到每周 0.8 亿剂那么相当于现在速度的3倍，那就不知道它能不能做到那么中国现在批准有条件上市或者紧急使用的疫苗总共是5款，那么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传统灭活技术生产的疫苗，那么这5款主要是来自3个供应商，那么中国现在已经向外国供应了22个国家供应了这个疫苗，主要来自两个供应商，一个叫科兴生物，
一个叫国药集团啊，这两个生产的疫苗已经出口到22个国家，包括墨西哥、土耳其、印尼、匈牙利、巴西和土耳其啊。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已经来自全世界的消息都有说注射了、接种了疫苗，但是又感染了病毒的情况。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是，我印象中是菲律宾总统的卫队啊，那么集体感染、集体接种、集体感染啊。那么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紧急使用的疫苗，到目前为止没有中国产的疫苗，一款都没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款疫苗在3期临床实验经过了国际同行的评审，就是说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疫苗的数据是公开过的。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啊，那么中国的疫苗是不达标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高福的在4月10号的这个讲话出来之后，证实了啊外界对中国疫苗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反应非常的大。这件一大反应之后呢，中国就开始补救啊，就是开始一地鸡毛补漏啊，补漏。环球时报4月11号就去采访这个高福，回应他在成都讲话的内容，他就断然否认啊，他说我没有说过，这完全是误解。那么这个误解，我们讲一讲这个误解到底怎么回事啊？3月18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陕西第八医院第八医院就是他们的传染病院，传染病院的隔离区的这个检验师，一个姓刘的检验师啊，他确诊为武汉肺炎啊，那么然后他们因为这医务人员是最早接种疫苗，早就应该有这个，也是过了中间隔离期，就是接种疫苗已经生效一段时间，理论上这为什么还会感染？然后3月20号，高福就去中央电视台，就有个中央电视台有个叫相对论的节目啊，就问为什么他接种了疫苗，而且已经理论上应该产生抗体，为什么还会感染？然后他给出3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他说这个高福是个兽医啊，高福是兽医出身第一，打了疫苗以后体内产生抗体啊，他说我体内产生了抗体，但是病毒感染在呼吸道啊，那么抗体可能对防止呼吸道感染没那么好，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这个感染在呼吸道，然后你打了打了疫苗之后产生抗体是在体内，这体内的这个抗体不去呼吸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呼吸道，他怕风大吗？真的好逗啊。第二，少数人属于新冠疫苗接种不良不反应者啊，就接种了以后他不反应啊，就不产生抗体。那么由于新冠疫苗刚刚开始接种，不反应人群的占比还没有统计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啊。那么不反应者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理论上你整个的临床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数据吗？怎么会没有这样的数据呢？少不少，不管多还是少，你的临床都应该有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打了2针灭活疫苗，抗体低度不够那么需要补第3针这是高福在这个中央电视台回答这个问题低度就是浓度不够怎么会浓度不够呢？那你应该设计的浓度是够的呀这就是中国的疫苗的情况。高福自己讲的这个3点可能性，其实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疫苗不靠谱，保护能力不够。实际上，
他是公开已经讲过了这句话，只是这句话没有把那个结论讲出来。这3点都反映了什么？这高福他自己讲的原话，反映什么？中国疫苗保护能力不足，就是一地鸡毛。现在这中国疫苗这件事情就是一地鸡毛。高福其实说漏嘴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之前呢，他跟这个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其实疫情发生初期的时候，这个高福跟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主任，他们直接联系，他们关系挺密切的。他曾经在电话中哭着跟这个美国当时的疾控中心主任哭着跟他讲，可能我们弄完了。这是高福自己，这是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自己亲口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传人这件事，人传人这件事情就高福说出来了。人传人这件事情，他亲自讲，说我们不认这个账，就是自己也说漏嘴啊。所以这是高福这件事。第三条新闻就是布林肯的警告和中美对抗的加剧啊。那么这是星期天布林肯在NBC 有个节目叫 Meet the Press 啊，叫媒体见面，与媒体见面啊。他在这个访谈一个专访节目，我讲最重要的，我不讲其他，我就不讲，只讲中国问题啊。那记者就问他，我们准备好在军事上捍卫台湾吗？这很直接啊。布林肯就说，布林肯回答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所看到的以及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北京政府对台湾越来越多的采取侵略性行动，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根据台湾关系法，我们对台湾能够自我防卫有严肃的承诺。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我们有严肃的承诺，我们坚守这些承诺。我只能告诉你，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都会是严重的错误啊。那么主持人就追问他说，主任就问他，正如你刚才所有的我们的承诺，如果中国真的武力犯台，美国会以军事回应吗？布林肯说，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啊，我们对于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有严肃的承诺啊。那么在这种情景下，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都会是严重的错误啊。这是布林肯整个的访谈，就是关于台湾部分的一个讲话。那么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基本上台湾的局势，就是台海的局势不断的上升啊，就是紧张局势不断的上升啊。那么几乎天天都是军机袭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然后就是最新的当然就是派这个航母去台湾东部海域，就是辽宁号去东部海域军演。那么国务院跟白宫都分别做出了警告啊。那么国务院发言人 Price 4月7号警告说，中共对菲律宾和台湾日益过激的举动，他说美国对自己的伙伴有承担的义务啊。他这么说啊 ，Price 他说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抵御中共的举措。他说，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啊，这是 Price 说的。然后是白宫新闻秘书沙奇4月9号第二天，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活动的增加。他说，北京最近的行动可能会破坏区域稳定。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分析啊。布林肯的这番讲话，我们加上之前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警告，你可以看到啊，布林肯的这番话，他不是一个官样文章
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一样的那种回应这是迄今为止拜登政府对中国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到目前为止最严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什么？首先，布林肯的这番讲话继续维持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战略模糊就是说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看美国对台有承诺6项承诺这个6项承诺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美国会承诺台湾的安全，但是美国保持战略模糊是说它不在这个军事动武的问题上表明确的态度，就是说假如大陆武力犯台，美军到底出不出动，美国不说他只说我们刚才布林肯讲的那番话这就叫战略模糊。美国为什么会战略模糊？战略模糊有2个原因战略模糊其实持续了一个很长时间。它战略模糊当然一个是给大陆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让大陆不知道头脑，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当时也是对台湾的一个压力，就是说我不把我出兵保护台湾说出来，给台独一个压力，你别去搞台独，搞台独你不好说就是说给台湾当局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搞台独，你搞台独的话，我这个话还是模糊的，我还是个活口。这就是它战略模糊的产生的背景。那么当然这个战略模糊到现在你看川普政府其实是在试图改变战略模糊，让很多东西变得清晰，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川普政府公布美国政府向台湾的6项承诺这6项承诺其实是基本上你可以看认为就差说那句话，但是他就不说出来基本上是这样。就川普政府是试图让美国的对台政策会清晰一些那么但是川普政府你看这个拜登政府就继续坚持战略模糊，美国还是觉得战略模糊对他是有利的这是第一个。但是战略模糊有个缺点，它会让这个大陆会容易误导这个舆论，就是说对于大陆来说，他对台喊话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论点是什么？台湾朋友们，台湾同胞们，你们千万不要指望美军不会来的。所有中共对台的宣传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所以美国的战略模糊是有一个重大缺陷，这个缺陷是什么？台湾内部无法形成团结这是个大问题这是第一点就是布林肯的讲话继续维持美国的战略模糊的政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最近中国发动了一个舆论战，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台海就是核心就是习近平耐心快用完了台海可能爆发战争就是大陆会有可能就是挥兵东进，武统台湾最近一段时间，大陆在发动一场这种舆论战这种舆论战不是从大陆媒体自身来喊，大陆媒体自身喊这话已经没有效，因为喊了10几20年没有效，它是动员海外的资源在强化这个议题这个手段很隐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前一阵子吧，应该是拜登政府内部他在争取军费预算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就是强调解放军的实力增长的速度很快包括解放军的军舰下海
新的解放军军舰下海像下饺子一样等等啊，这种话都很多这种话。那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和经费啊，这种宣传会误导啊，会误导这个民众，误导舆论啊，就说对解放军的实力的判断会出现一些误区啊，去说误判，因为那些人都是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这是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是最重要的。大陆方面现在改变了策略，改变什么策略呢？对台湾施加压力，因为光飞飞机过去是不行，因为感觉大家台湾那边已经有点麻木了，怎么办呢？他就增加数量，增加次数，增加数量，增加次数。那么每次解放军的飞机往台湾的识别区跑，台湾都要起飞飞机来应对，那就通过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干嘛？两个，第一个消耗台湾飞机的发动机是有使用期限的，你飞多少次啊？总共飞多少次是有期限的，就用这种方式去消耗台湾啊，消耗台湾。你费用是有费用的，每次起飞是有费用的，我就消耗你，就消耗你，然后进行神经战啊，这是一个就是其实目的是什么？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啊。那么美军，你可以看美军最近一段时间是提高了这个军事手段啊，提高了军事手段的使用频率和强度啊，来抗衡来自，就是有点像什么？美军的策略有点像围魏救赵啊。我讲一下这个，特别是在东海跟南海这两个海域发生的中美之间的对峙非常的激烈啊。那你可以看一下哈，4月3号。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这个从这个出发啊，穿过这个冲绳和宫古岛之间直接进入太平洋，往哪里呢？往台湾东部海域活动。4月3号，陪他去的是6艘军舰，一个是南昌舰，南昌舰是导弹驱逐舰，是中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还有一个是成都号、太原号、黄冈号，还有一个是补给舰，补给舰叫呼伦湖号。然后呢，美国有艘军舰叫马斯廷号，马斯廷号是3月27号就从这个日本基地横须贺出发啊，直接往东海去。4月3号这个辽宁号出去往太平洋去的时候出发，马斯廷号就出现在长江口啊，长江口对中国来说有点压力啊，长江口，然后在长江口出现了之后，直接往南，穿越台湾海峡，然后去跟踪谁呢？跟踪那个辽宁号，就监视辽宁号，穿过台湾海峡，这是个示威行动。马斯廷号去年穿越了台湾海峡，穿越了多少回？12回。所以马斯廷号是基本上是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舰啊，那差不多平均每个月一次啊。那么4月4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这个打击群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啊，这是罗斯福号今年第三次进入南海活动。那么3月28号，就是罗斯福号进入这个南海之前，它跟印度在这个印度洋刚刚结束，3月28号到29号，在印度洋跟印度的海军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海上的军事演习。军事演习之后，4月4号穿过马六甲海峡，所以你看，美国的军队其实挺忙的啊，他们真没闲着，穿过海来进入南海，现在再往哪里走？
现在在往东海走。东海有谁？东海有辽宁号，还有谁？还有马士廷号。马士廷号昨天就发了一个美国海军的官网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很逗啊！刚才想打出来忘了打。马士廷号的舰长和他的副舰长啊，为什么知道是舰长和副舰长？帽子上面有这个标记啊，舰长、副舰长坐在这个舰桥的这个操控室外面，拿把椅子一翘着个二郎腿，看着远处的一艘军舰。这照片是从这个两个人的后面拍出去，远处大概是2-3公里吧，有一艘航母，那艘航母就是辽宁号啊。这张照片很震撼啊，为什么？你想一下，航母战斗群或者叫航母打击群，航母是没有太多的作战能力，航母不是作战，航母是一个移动平台，移动的作战平台，它本身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因为它不需要作战。为什么？航母出去的时候都有护卫舰，有各种护卫舰，前后左右、水下都是有的，有保护它，因为它本身不是作战，它本身是发射导弹或者是发射飞机的，它是个作战平台，它本身不作战，军舰作战。那你想一下，一个航母，你必须周围有军舰护卫，而马士廷就在它距离2-3公里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因为马士廷随便发射不用发射导弹，只要发射鱼雷就够了，就能击毁它。所以它是处在一个，你可以看到它这张照片说明什么？说明辽宁号还不具备战斗能力，因为它允许其他的军舰在它的侧边这么近的距离，如果发射鱼雷，它都没办法抵抗。这叫什么？他们有人说，美国海军公布这张照片，其实是什么？是一场认知战啊，这叫认知战，让大家知道中国的海军就这个水平啊，就是这个水平。你看，马士廷是个导弹驱逐舰，那是个航母战斗群，一艘导弹驱逐舰就能搞定它。你想想这什么情况啊？然后4月11号啊，那么美军跟这个菲律宾会在菲律宾海域，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菲律宾海域进行2个星期的联合军演，目标指向什么？目标指向正在菲律宾这个叫牛轭礁有200艘中国的民兵船只啊，那么这200艘民兵船只对菲律宾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啊。那么美军跟菲律宾海军在菲律宾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就是针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的对峙一下子紧张起来啊！你看这么多的行动啊。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欧洲的态度变了啊！欧洲态度是怎么变的？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就是4月5号啊，都是这个月的发生的事情。其实你可以看，中国周边海域非常的不平静啊。4月5号，法国跟什么呢？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4个国家，法国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4月5号在孟加拉湾举行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联合军演本身不重要啊，就是说这个联合军演几个国家一起搞来搞去，其实就是军舰在海上走来走去走一下呗啊。但是其实它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一个词，叫示威啊。像法国跑到亚洲来，跟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进行一场海上的军演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明天德国跟日本啊，他们进行2+2的会谈，就是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进行2+2的会谈。然后德国的外长马斯啊，
马斯这个我们很熟悉这个人啊。那么在德国商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次会谈的主题是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和安全挑战啊。那么参加这次会谈的是谁呢？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务大臣安信夫啊，安信夫是前首相这个的弟弟啊。德国外长马斯，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啊，那么分别参加，他们是一个视频会议啊。马斯在文章中说啊，长久以来，德国戴着经济的眼镜看亚洲的崛起，却没有看到地缘政治的一面。民族主义、领土冲突、军备竞赛和美中对立不断升高，威胁了自由贸易。抗议也演变成民主与独裁体制之间的竞争。看见没有？德国的立场开始变了。这个说法是什么？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拜登的说法啊。他认为德国有必要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推动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他透露啊，德国、法国、荷兰正在联手推动欧盟的印太战略啊，渴望在年底前通过啊。马斯还说，中国仍然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与此同时，绝不能忽视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或南亚增长的市场。他呼吁欧盟分散贸易伙伴，避免因疫情所暴露出来过度依赖的问题啊。那么加快步伐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印度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啊。那么去年9月，德国首次对印太地区制定了完整的外交政策，把印太地区视为外交优先事项，准备强化和日本、澳大利亚的经贸和安全合作啊。看看，那么德国还决定今年8月派军舰前往朝鲜半岛和南海巡弋啊。德国的态度变了，法国的态度就不用说了啊。所以你可以看，欧盟的主体就是德国和法国。所以这两个国家态度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欧盟的态度也在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刚才讲布林肯的这番讲话，是认真的、严肃的，不是官样文章。他的这番讲话其实是因应最近一段时间的，其实因应的是台海以及整个东海局势的一个态度。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多，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第一，当局继续加大对马云的打击力度啊，要求蚂蚁集团进行5方面的整改。5方面的整改等于全面的削弱蚂蚁集团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那么这个整改完成之后，蚂蚁集团会变成一个平庸的普通公司，它上市的这个叫什么集资能力会大幅下降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漏嘴啊。那么中国疫苗一地鸡毛啊。第三个就是布林肯对中国发出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严厉的警告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明谢王波波，谢谢啊，请您喝乌龙茶。好的，谢谢。漫画拼图，之前王舍气管受伤咳嗽都不敢多留言，想让您多休息，祝贺康复啊，谢谢啊，谢谢你。提问：众多国企高度垄断所在行业，但从未被指责垄断，更别说监管罚款，而对阿里，进而对所有的私企无所不用其极。
王先生怎么看这样明显的双标啊？盼望深度分析。这个问题不深，很浅，浅在哪里？中共对私企的打压跟它的政党属性有关系，它是共产党，反对私有制，让私企发展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目标，是权宜之计，他最终还是要发展国企，所以国企垄断对中共来说那是必然，而且要扶持还要推动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共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所以它的反垄断法只是针对外企，只能针对民企，根本不针对国企。国企没有发生过垄断事件，因为他根本就觉得他就是应该垄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深的问题，就是很浅白。共产党反对私有制，他就是要搞定你啊。那么对马云的打击，这里面有没有个人因素？我觉得是有啊，是有个人因素啊，但是它也有典型意义啊，因为作为一个政府嘛，你对付一个投资者或者是一个经营者啊，那么持续不断的对他进行打击，你说没有个人因素，一定有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你肯定会想一下，这会有政治影响，因为马云是中国首富啊。那么你觉得这个政治影响根本不会阻挡你的步伐，说明什么？说明你也是要演给大家看啊，所以这是一箭双雕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它中间的信息，它中间的信息就是打给大家看。提问，请问王先生，马云当年收购南华早报的背景是什么？我当时在 VOA 看到嘉宾评论说，马云收购的目的是和中共做交易。自此以后，我对马云的崇拜变成了厌恶。请王老师拨开迷雾啊。南华早报最早是郭鹤年家族收购，郭鹤年家族收购之后经营了，我不记得多少年，大概至少有10年以上。郭鹤年收购，这个话呢放到马云身上不大对啊？为什么？郭鹤年收购南华早报，我认为是要跟中共做交易，因为他是外人啊。郭鹤年是马来西亚的糖王啊，他的嘉里集团，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酒店都在中国有很多的生意啊，这个郭鹤年在中国的生意非常的多，所以他买下南华早报，我认为就是跟中共要做交易啊。那么马云是什么？马云是中共党员，虽然他是个外企，你想他在中国买了那么多的媒体啊，我一直讲媒体对中共来说那是命根子。枪杆子、笔杆子是中共的命根子，它是政权的支柱。那么之前马云可以在国内收购这么多的媒体啊，他是个媒体集团，马云本身就有一个媒体集团，最近不是说让他放弃这个媒体集团，用阿里巴巴收购的这个媒体啊。那么当初为什么他从2012年他就开始收购，一直收购到之前18、19年还在收购？所以收购他建立的媒体集团，肯定当时马云是中共的自己人，他不是自己人，他怎么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很简单的，你看，在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因为中共突然打瞌睡了，你就把这事给办，不存在。他一定不是说你打瞌睡了，他打瞌睡了，你就把这事给办，不会的，他随时都盯着呢。所以他在办这件事情，他没有打瞌睡，他让你办，你才能办得成。他办得成说明什么？他是自己人，他当时是自己人，所以他是自己人，跑到香港去，从郭鹤年手上把南华早报收过来。他不是去跟中共做交易，他是代表中共接管南华早报，理解吗？他就是个白手套。这件事谁来管？这件事还是中宣部在管。他不是外人，那么现在打他，现在打击他，
现在这个施加压力，那肯定，而且要他把那媒体集团卖掉，原因是什么？原因他已经不是自己人了，他是外人，外人你怎么能拥有媒体呢？不行，你得卖掉他。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马云本来一直，他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企业，他变成中国的首富，他肯定是自己人才能做到，外人是做不到的。不是的话，你就看吧，你很多，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除了南华早报，我们再举一个支付宝。支付宝这件事情发生，那你想一下，当初支付宝能够拿到执照去做这件事情，从阿里巴巴拿出来，变成支付宝，变成一个蚂蚁集团，这件事情马云跟这个其他的股东是翻了脸，这也是马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把支付宝在没有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把支付宝卖给他自己的公司啊，这件事情老实讲，非常不仗义，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做了，中国政府批准了，然后让他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自己人，凭什么让他做？又不是没有人看到，又不是这件事情也不是支付宝也不是他发明，支付宝是马斯克他们发明，所以这件事情他只是拿来用而已。他觉得哎这个靠谱，我们来用，我淘宝我能起来，没有支付宝哪有淘宝？没有淘宝这回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马云在此之前是自己人，他才能够做到这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啊，就是结论就是这个，所以他现在不是自己人，就使劲打击他啊，就是他不被当做自己人啊，他当然马云自己是想继续当自己人，但是别人不要他，为什么？马云手上有一些别人想要的东西，你没给他，所以他觉得你不是我自己人，我就得打击你，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天阿里巴巴美股大涨，如果继续打压马云，那是说阿里巴巴跟马云没有关系了吗？当然不是。那现在美股继续大涨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节目就不会大涨了，理论上是这样啊。情况，浙江宁波地区宣传免费接种疫苗，钱却是从医保基金支出，那不就是我自己的钱？这是哪门子免费？又耍流氓，一直是这样，一直是医保出的呀。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免费是你不用掏钱，但是医保掏钱，医保其实是你给的钱，就这个意思啊。情况坐标台湾，中国这几个月一直透过蓝营的代理人强推台湾采购中国疫苗，并且一直放大目前已经拿到的 AZ 疫苗效果差，副作用多。目前 BNT 疫苗台湾看起来是买不到了，还好下半年台湾国产的重组蛋白疫苗应该会完成上市。幸好过去1年政府在疫情方面的累积的国民信任度不低，所以台湾国民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度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这样，没有，我觉得应该采购啊，应该采购这个中国国产疫苗，给谁打呢？给国民党打，从国民党主席一直打下来，打到所有蓝营全部打完，没问题啊，我觉得没问题啊。蓝营所有支持中国大陆、中国支持中国政府全部打中国国产疫苗，我建议这样。台湾为什么要拒绝？不要拒绝，就让他们去打，挺好的。就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台湾人民一定要看清楚形势。国产疫苗虽然有点毛病，但是这些人认同啊，认同就让他们去打呗，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鼓励台湾进口中国国产疫苗，从国民党主席开始，国民党主席历任主席一起打，集体打集体打，我觉得挺好。观点抵制冬奥，北京冬奥就该针对中国疫情的潜在危机，
疫苗的有效性方面强调，中国既难以狡辩，选手也会为了健康有所顾忌。OK， 观点：中国当下的竞争力是中共的铁腕统治和百姓的温良耐劳，真正的科研与创造就靠抄袭了，毫无竞争力可言。OK， 观点：中国因中共现在从百年估计努力走向千年一叹。OK， 提问：跟朋友聊天，聊到中美对抗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时，朋友提出异议因为当年日本的崛起也同样遭到美方毫不犹豫的打压，双方也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所以原因是大国博弈，美国拿意识形态来当零头而已。请问王老师怎么看？美方打压日本怎么打压？广场协议对吧？我提过很多次，大家去看看广场协议吧。广场协议我讲过很多次，我就不在这重复了。有关日本打压这件事情，你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再来讨论，好不好？广场协议本身，美国是通过广场协议怎么打压日本？你不要看中国的媒体，你要看海外的媒体介绍，就是怎么介绍广场协议的，好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关键的知道是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怎么发展，在经济领域是怎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你不要用中国大陆的描述，你去用其他地方的描述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我就不在这里反驳没有意义，因为事实你搞不清楚，就没办法反驳，好吗？提问：老一辈都是体制退休的，他们觉得习近平把警察权都抓在手里太过分了，断言必被政治清算，但是又矛盾的提出近几年乡村改善，特别是道路真的是修到很偏僻的地方去，觉得 CCP 对农村是有改善，这是什么假象？修路，修到农村去。村村通这件事情不是习近平干的，村村通这件事情应该是胡锦涛时代就干，所以说习近平改善是不对的村村通这件事情花了多少钱？我印象中当时花了7000亿搞村村通公路，每个村都要通公路花了7000亿。到底有多少钱修了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肯定不是跟习近平没关系农村改善在习近平手里有没有农村改善？我没有看到，农村在不断的衰败当中农村不断的在衰败当中，为什么？因为城市化，城市化的代价是什么？城市化的代价就是中国农村的衰败你可以去农村看一下。农村失去了最核心的东西，就是青壮年失去了，剩下都是老幼老弱病残。现在在农村就是这些人，那你说农村还有活力吗？没有了提问：社会的进步在于底线的提高。66年的时候，老毛这么有威望，也不能明目张胆的称皇帝，这就是社会底线的提高。66年老毛不能称帝，现在习也不能成不了毛，所以我对未来没那么悲观也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赞成。你这种方法也不错社会是在进步整个人类都在进步，中国的社会也在进步。那么对世界的看法，很多人觉得现在小粉红或者是自干五看法很偏激，很绝望。你想一下。我们再往前推40年，我们推到不说多吧，1980年时代，你想一下，那个时候中国人比现在是不是更左，更不可救药呢？对呀，那个时候中国人脑子洗抽筋了，好吗？100%洗抽筋，好吗？那个时候，对吗？你看中国还不是进步下来了？共产党现在还在洗中国人民的洗脑。
怕什么嘛？会变的嘛，很多事情会变的嘛。所以我不觉得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就需要悲观，我们还是心存希望。你把现在的情况跟1980年或者1985年进行比较，你看看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脑子洗成什么样？你那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别说想都想不到好吗？很多问题想都想不到。那现在至少大家不在网上说，至少大家坐在一起还会说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哪敢说啊？说了就悄悄的说，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心存希望啊。观点这个没什么矛盾，中共一点人事不干，也坚持不到现在，也没有吹牛的基础。但这个和一个政党的无耻和恶劣不是一回事。历史上很多大奸臣和权宦，也是被动的和主动的做过一些正面的事情，关键看动机。嗯，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其实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动机啊，就是说，你到底是出于好心还是出于恶意，其实我们是看不出来。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上99%的坏事，这个世界上99%的坏事，都是出于好意啊。就是你可能是完全是好心，但是你干的一件非常伤天害理的坏事啊。所以好意恶意，其实你在一件事情上是看不出来。你只能看到一件事情会产生什么效果，好的效果还是坏的效果，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你只能看出这个。你说我们那个人做这件事情的人到底是好心还是坏意，你看不大出来啊。当然他可以出来讲，但是他讲的时候，你信不信得过呢？这是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方法论是什么？我的方法论，第一，我不管是谁说的，我也不管是谁做的，我只管结果，我从结果出发，讲事情本身，从结果出发，回过头来再去推测这件事情可能的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这样啊。所以你说一个大坏蛋做了一件好事，难道这件好事就是坏事吗？也不是嘛。对吧？一个杀人犯在马路边上救了一个差点被车撞死的老太太，这就是一件好事嘛。虽然他是个杀人犯，但是他就是做了好事啊。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杀人犯，他做的这件好事就有问题啊，对吧？所以这件事情，这跟中共不一样。中共一说这个贪污犯，这个人贪污了，好，这个人从根本上就思想就坏了，所以他是干坏事。所以他干坏事，所以他之前干的那些好事，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不良用意。这是中共的做事，中共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就是干坏事的人一定是坏人，就这个逻辑，不一定的嘛。这个世界哪是这样的？观点答周日网友福岛核电站的问题，福岛的核废水不是直排。而是经过2轮稀释化学处理后，变为核处理水储存在水箱中。经处理水中的放射性物质，除了氚以外的含量都很低。氚的衰变期是12年。日本政府还需要和东京电力公司出方案，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这个过程还需要2年。之后，在 IAEA 的监督下，将核处理水分30年排出。墙内的新闻完全忽略这些细节，不讲放射性元素处理后含量，不讲半衰期，偷换概念，把核处理水讲成核废水，直接排入海。非常好。我没有看到这部分。但是我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日本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为什么？很简单，日本政府是个民选的政府，如果你把
核废水直接排入海意味着什么？最近的是哪个国家？就是日本他自己啊。你直接排入海，首先排在哪里？日本海啊。你觉得日本政府会这么干吗？我就凭这个我就知道，日本政府排出去的水一定是无害，或者是一定是接近无害的水。为什么？因为离它最近的就是他们自己。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觉得日本政府要干这个事情，如果真干了直排废水到海，而且有害的水，首先伤害的是他们自己，你觉得日本国民会放过他们吗？我觉得不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用常识判断，我就认为这件事情不靠谱，就是国内污蔑这个日本直排核废水的问题不靠谱，我就直接我就认为是不靠谱啊。情况关于最近国内传得很厉害的日本排放核废料的问题：一，核废料不是直接排放，而是处理后才排放；二，保证对环境影响最小；二，日本排放核废水是经过了周边国家同意才排。要是有不足，请王先生补充。我没有太多的补充，我就是用常识，就是他如果要排，最先伤害的是日本，如果有问题。所以日本不会干这种事情，而且日本这个民族本身就是做事情很仔细的，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大而化之，看过去很有才华，但是在具体的做事的时候并不那么严谨。日本比中国严谨100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干这种事情，而且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这个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民族做事很严谨的民族，你就知道啊。情绪，因为合约的问题，辉瑞不能卖疫苗给台湾，希望台湾可以买到 Moderna， 或者是拜登政府如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一样借一些给台湾。我觉得最好还是台湾自己生产，最好是什么 Moderna 授权台湾生产就好了。情况坐标深圳，最近一直持续不断轰炸我们安装国家反诈骗 APP。一，我同事家孩子上学必须安装，不然会在微信群里通报。二，我朋友去平安银行办理业务，必须下载 APP 才能办理业务。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况，实在有些恶心。就是这样，他就是，他说这个。电动车不合格，然后他不去抓供应商，他去抓马路上的买了电动车的人，然后就是一样，就是出现那个电信欺诈，就是不去抓那电信欺诈的犯罪，去到处去进行这种东西啊，就是这种级别的东西啊，这是说明什么？无能呗啊，收拾老百姓最厉害，对付犯罪没能力。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他对付老百姓最厉害啊，怎么都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货车司机自杀的事情，就对付老百姓嘛啊，3000万货车全部装上这个北斗系统，北斗系统非得装北斗系统，让北斗系统的这个成本和研发和利润在这个货车司机上面去拿回来，用这种方式拿回来，就是欺负老实人嘛，欺负软弱，欺负社会底层的人，没别的本事。中共的所有的本领都在对付老百姓身上啊。提问：深圳二手房再次暴涨15%，这是政府手段失效，还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深圳二手房涨了15%嘛？哪来的数据？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好吧，我现在我对这个数据我不确定，所以我没办法评啊。提问：王先生可以再聊一聊房地产的话题。年初听了一期您的节目，分析当时的最新政策，觉得特别棒，希望您结合当下的情况再次分析。好，我关注一下，好吧？我今天不谈啊。观点：社会变坏的例子。国内80年代没有人碰瓷，有人摔倒了，现在没人敢去扶。
在日本从来没有类似的担心，在全世界都没有担心，就中国有这个担心。中国，你说全世界会有人会把那些扶老人的人判他要负一半的责任吗？你去这中国法院先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就是见义勇为，保护那些人。你说那个打伤人要赔钱，你说这中国法院判出的案子来，这是不是说人变坏了？首先是政府坏了，政府坏了，然后大家人心就变了。这个社会就变得没有底线了，没有道德的支持了。政府就不断的在判，你去上网去查一下那例子，很多这种例子啊。提问：去年疫情爆发后，美国有几家律师事务所对中国的几个个体提出集体诉讼，如中共、武汉市政府。我很好奇，便打电话给其中一个律师事务所，问要怎么告。他们说他们有2党支持，意在扣留他们在美的资产，以赔偿每个美国人的损失。王老师，你觉得告成的几率有多大？我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次啊。第一个，全世界都签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避免在本国的法庭，把其他的国家的政府变成被告，这是个公约来的。这公约，所以每个国家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就是在国内不能够控告其他国家的政府。那么2个国家政府之间有问题，通过政治解决。这是一个国际公约，也是国内法，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标配。所以基本上你在国内是没办法去告另外国家的政府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也是这个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内也有这样，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法律。所以基本上，除非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这个法律什么呢？在疫情这件事情上豁免，就是其他国家不能够豁免其他国家豁免被告的权利，就是把这件事变成例外。把这件事变成例外的话，这个门就打开了，这个法庭才会受理这个案件。在现有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法律下，联邦政府应该不会接受联邦法庭是不会接受这个立案，这个案子立不起来。提问：请问王老师对中国茉莉花革命怎么看？中国茉莉花革命还没发生希望它发生吧。观点：老师以后可以到点就开聊天室，大家聊天等待好。准备的时间可以考虑直播，看着王老师是怎么准备。王老师准备的时候披头散发，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考虑一下怎么办。因为如果一打开的话，那就是直播了，打开聊天室就直接直播。可是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想想怎么办，好不好啊？明谢米卡卡，谢谢 Speak the Truth， 谢谢蔡安，谢谢加薪了，来支持王老师。今天在家门口被公安强制安装反诈骗 APP，坚持拒绝，还被问住几号。感觉人身安全都危险，年底一定要回台湾。回吧，台湾现在挺好，台湾经济非常的壮旺，出口创历史新高。我印象中是1个月出口了4000多亿，很厉害，非常厉害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